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小光，他冲冠一怒，只会踏破33重凌霄。你想多了，现实里，只有努力到30岁，却突然病魔缠身的倒霉牛马，没有主角光环，只能靠故事吊命。这些大男主，为啥就不能稳中取胜？得了，又烂我一本。我的书。出头会挨打，乱动会受伤啊！唉，若能重来，如满心忏悔，赐汝轮回复生。下一站，洪荒。不是吧？洪荒？莫非是书中那个危机四伏的洪荒？大道50，天眼49，去吧，遁去一。此乃洪荒世界，遍地杀劫，看好了。啊！我传书了，该不会是教学局吧？道友甲跌入林中沼泽，淹死了。道友乙采药惊扰巨蟒，咬死了。道友丙夺得妖丹，反被同伴被刺，砍死了。道友丁英雄救美误入仙人跳，冤死了。渡劫死，观战死，不愧是洪荒的100万种死法。感谢天道老爷的教学之道，不沾因果，文字等闲。幸好我看完全书篇章，感悟了求生法门，文字经，传书也不怕了。死中求活，知易行难。后续将是洪荒全新篇章啊！竟然是全新剧情。小天同学，我在。打开计划表。所谓稳健，不是一味躲藏，而是谋定后动。是时候了，收师妹，开新篇。就从这个变数开始吧。轰隆开辟龙凤节，万源千回弹指过。不见仙台登临阁，只闻重箫九华歌。灵娥，哎，此处便是东胜神州3界1等1的修炼之地。你看这仙山中秀慧灵，十分的气派。十分气派。灵娥，小心啊！这算是一个考验，回头让你师兄把桥修补一下。灵娥，哎，师傅，都怪你师兄，许久不打理了。灵娥，今日带你入我仙门，为师要求你日后要好好修行，不可有半分懈怠，争取早日修成。是。师傅，那您成仙了吗？快了，快了。为师在早年修行的时候出了一点点差错。随为师来。好。一会儿就为你办理入门事宜。
虽然我们这脉加上你只有师徒3人，但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。哎，师傅，老听您提起师兄，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你在仙林峰外门打杂小半年，都听到过哪些他的风言风语？我听说过他，就好像渡仙门没有这号人。这就对了。这个小混蛋呀，就爱遮遮掩掩。洪荒强者为尊，谁家的好苗子不是异军突起、扬名立万、光芒万丈？就是他，越修越没动静，越修越没动静，越……哎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怪不得你没有成仙呢。哎，师傅，我怎么也有点晕。小琼峰内堂一向只有我与师傅2人，一旦有外人闯入，就会自动触发我部下的机关。待我探查一番。6针6矢6根6玉，走。魂魄干净。没有夺舍，没有心魔，也没有正果。你干嘛？你那铃铛哪儿来的呀？这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。遗物？嗯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还有一点流程要走。请问啊，您这18代族谱里可有什么大奸大恶之人？你谁呀？看来是没有了。您是否在公共场合发表过一些对人族不敬的言论呢？我师傅呢？你师傅又是谁呀？我师傅……放开他！师傅，师傅，你给我放开他！是。好。谁往自家老巢布那么多机关啊？你防贼啊你！不是你可以呀，现在精进了，连软仙散都顶住了。你太小看我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吃过的蒙汗药比你吃的大还丹都多。这有什么好得意的呀？小琼峰门人可杀不可辱。门人，你自己不争气，还不允许为师多一只衣钵？师傅你怎么跪下了？我也不想跪啊，但是头太晕了。哎，师傅。哎，师兄。我从小就没爹娘，四处漂泊。半年前被仙灵峰收入外门见习，可他说是见习，其实就是杂役。我受尽了欺辱，实在是忍不住，从山上逃了下去。幸好遇到了师傅路过。是吧？不，哎，好徒弟，仙灵峰那是横行霸道惯啊！这么好的一块璞玉，他们也下得了狠心糟践。不是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给这娃娃弄的啊！这种事儿，我们小琼峰不管，谁能管啊？既然如此，请听题。
听题。你修为在化神9阶，某一天你发现一个化神6阶的炼气士正在非礼一个炼气境的女弟子，你应该怎么做？啊，不是我他啊！甲冲上去弄死他，乙别人都用法宝扔他，丙装作什么都没看见，你选哪个？不，哎，等一下，3、2、1，我冲上去弄死他。慢走不送。师姐，孽徒，你干什么？这不是他该来的地方。你胡说什么？请坐。上次宗门大比，仙灵峰排名第几啊？要考我？渡仙门800山头，排名雷打不动。扫帚峰、破天峰、仙灵峰。那小琼峰呢？切！作为小琼峰的高徒，宗门大比蝉联第800名，你还有脸提？嘿，这耻辱柱的一半，自然也有师傅的功劳嘛。再说了，这800峰主是不是只有师傅一人没有渡劫成仙啊？不是说这么多，你关灵娥什么事儿啊？实力如此悬殊，我们还要抢人家的冷灶来烧，这岂不是横生枝节，惹祸上身？惹祸上身！我告诉你，就是贪生怕死。你死性不改，你改邪更张，你张口就来，来去无踪。你宗门不幸，你姓师兄，师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可以的。请听题。你化神9阶，男弟子化神6阶，女弟子炼气境非礼，你怎么办？扔法宝砸他！师兄！哎呦，我的腿啊！师兄，是吗？啊，那个师兄可以让我进去了吗？还不行，现在。别担心，灵娥，我是谁？我是小琼峰的峰主，这里我说了算。实在不行，师傅就死守在这儿，那个孽徒绝对得点头。哎，多谢师傅，但是不必了。既然师兄不欢迎，那我也就不强留了。师傅您保重，我走了。灵娥，灵娥。我小琼峰峰主说了算。哎，你你有没有同情心啊你？啊！我当年捡你的时候，你不比他体面多少？是，师傅当年就因为捡了我，导致自己精疲力尽，都没法专心修炼了。你少阴阳怪气的，啊！当年我道基被毁，进益本来就慢，不是靠你给我练的仙丹斗帝，我连现在的境界都稳不住。全天下像我这种没用的师傅没几个。但是像你和灵娥这种孩子，师傅见到了不能不管呀。修仙嘛，不是为了修仙，是为了做人。哟，这不是我仙灵峰外门小弟子兰灵娥吗？仙灵峰来抢人了，你不管是吧？你不管，我管。定，你放开我，女徒！别急呀，师傅，你就等着看我操作吧。什么外门弟子，不过是个入门半年还没拜师的杂役，还敢以下犯上，打破师兄的头，找死！怎么着？想跑啊？想改投小琼峰门下呀？那小琼峰也不会要你的，你这个垃圾！圆满，他为了救你打破我的头，
你要不要也来一出英雄救美啊？不敢，师兄，我去望风。你敲我1下，我敲你10下，合理吧？啊？嗯？你放开我！我要去救这个娃娃。时候未到，别急，再等等。你等什么？等9成8把握。现在几成了？现在9成7吧。9成7，你等什么呀？不到9成8，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你干什么？你松开我，让我看看呀！你打我干嘛？没有啊。谁呀？是不是你打我？是不是你打我？是不是你？不是。你又打我干嘛？你推我干嘛？明明就是你打我！这个是你打我！你干嘛打我？你干嘛打我？他打我！停！我们今天是来教训小兰陵娥的，你干嘛自己打自己人呢？那不是你先动的手吗？不是，行。兰陵娥，你今天跑不了。谁说他跑不了？师父，莫急莫急，你现在还未入小琼峰师门。贫道齐元，乃小琼峰的峰主，和仙灵峰的蒯司师出同门，我先入师门。论资排辈，你们应该叫我一声师叔、师伯或者师大爷。师什么伯呀？不就是个道基受损还没杜绝的糟老头子吗？是不是？就是。你们把这小女娃欺辱成这样，贫道不会袖手旁观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啊？我们仙灵峰清理门户，与你小琼峰有什么关系？就是。贫道对仙灵峰的峰规素有耳闻，没记错的话，你们有宵禁吧？吓唬我！糟了，师兄，这光顾着打，忘记看时候了。仙灵峰弟子，日落不归。打多少鞭来着？师兄，咱们快回去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哎呀，走。兰陵娥，我今天要是不办了你，我就是不走了。等等，没听见吗？再仔细听听。掌门的巡山仙鹤，掌门身居扫虫峰，巡山仙鹤，巡800山头，今日巡到小琼峰了，还不快拜！巧了，这巡山仙鹤也是我的旧识。他说了，若你们再胡作非为，戳掉你们的眼睛。师兄，你看就你话多吧。大师兄来了！师兄，大师兄，眼看就要入夜了，你们怎么还不回仙林峰？都是他们。我知道了，你们也是事出有因，情有可原。回去后，师父若责罚你们，我替你们说情。多谢师兄。仙灵峰弟子元清，拜见齐元师伯。元清师侄，客气。师伯，兰陵娥是本峰受罚弟子，依本门律令，不可转投他们。
请师伯归还兰陵娥。言情使者，修仙修的是人，人要讲人情。兰陵娥并未正式拜师，她去何处又有何妨呢？师伯，弟子冒昧直言，方才师伯伪造掌门的巡山仙鹤，已是僭越之举。若弟子将此事告知掌门，恐怕对师伯不利呀。师侄，你这没事就拿掌门吓唬我。他来了怎么样？蒯斯是我师弟，我来了啊。扫仇者9也。望京上人座下共有9名弟子，都冠以一个9字。这位年纪不大，辈分却高，乃是扫仇峰第9名关门弟子，剑中魁、九中魁，99师叔是也。99师叔好酒，小琼峰的珍珠酿奇香无比，他一定会来。9，冲！目标小琼峰。现在有9成8的把握了。就是这个味道。来说说吧，是怎么个事儿啊？师叔，就是他们，就是他们。结果还跑过来欺负我。师叔，99师妹，我可以作证。眼见为实，把这个小姑娘打成什么样了？那他还把我师兄的头……人证物证俱在，元清，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师叔，弟子愚钝，偏听了一面之词，害了灵娥师妹。弟子知错了。灵娥师妹，之前都怪大师兄让你蒙受了委屈。啊，既然是非已分，你若还肯随我回仙林峰，我定在师父面前为你澄清。不是你们让我走的吗？那我现在就是走了。哎，要的就是这句话。小灵娥可没有正式拜师，她想去哪里都是她的自由。元清，你怎么看？他是来给小琼峰撑腰的。那，就依师叔所言，你们霸凌同门，门外私斗，还夜不归宿，仙灵峰的脸面都让你们丢尽了，都给我滚回去领罚！是师兄。站住！完了。弟子处理的有何不妥，请师叔明示。你打碎这一坛好酒，不跟他赔罪吗？这，弟子甘愿受罚。石坦，现在就赔！不白来呀！谢了，回。师傅，我真的安全了。哦，天哪！哎，那今天那个99师叔怎么突然那么就正好的路过，而且他还正好把我救了。哦，对，还有那个仙鹤，这都是师傅安排好的。师傅，真的。还有灵娥，你是真傻呀！那是他。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？啊？什么？你发现一个化神6阶的炼气士正在非礼一个女弟子，你冲上去杀她，你又怎知她没有隐藏修为？能做出这种龌龊事的禽兽，会那么实诚吗？那我扔法宝砸他也不对吗？但你又怎知对方没有法宝？若对方是个大仙，法力高于你，你把他惹恼了，你又如何脱身？更何况你自己也是一个女弟子，若是那禽兽反过头来非礼你，你又能怎么办？洪荒世界，诸事难料。你以为你在救人，实则是在害己；你以为你在行善，其实是在自取灭亡。爱会生恨，助也是害，浪终成残。
那我错了。想要活下去，只有一条法门：远离一切是非因果，专心保护自己。要是人人都保护自己，人人不害他人，这世界不就美好了吗？所以，知道答案了？我知道。大声地告诉我，你该怎么做？我装没看见，去找师兄。师妹，请。当当当当当当！哟，咱小熊吃那么好呢。来，哎，师傅，嘿嘿，是不是得先喝个茶呀？啊？敬这老树发芽，再添新丁。你狗嘴吐不出象牙来，你。乖。师兄，请喝茶。你这个小子是不是早就猜到仙灵峰会来抢人啊？为什么师妹留在这儿，那么早我得过这关？师兄，原来你早就想留下我了，那你设计那么多干什么？你这师兄啊，什么都不学，但是阴险算计这块，他渡仙门称第2，没人能数第1。我告诉你啊，一字记之，稳。师兄，你实在是太稳健了。传说啊，把那个盖子打开，特地给你做的。不会是整我的吧？自己都忘了吧？今儿是3月初7，你的生辰，我捡你的日子。师兄，生辰快乐！万缘千会弹指过，争斗干什么？啊！天地苍茫，要和平。跟着我回去，天天有饱饭吃。怎么听不懂我说话呢？买空的猫。修道之人，应心存善念，不能见死不救。没，这小屁孩蛮重的嘛，就他，感觉身体底子比我还好。喂，后面人跟上没？师傅，这30寒暑，辛苦你了。哎呀，你太恶心了你！啊，老天爷，把我这孽徒收了吧！啊，这不收了？哎，也是。灵娥也留下了，今天长寿又是过生辰。哎，喝点酒。哎呦，我往哪儿走啊？百年的珍珠酿。站住！这是我珍藏多年的百年珍珠酿，你是不是给酒了？哎，师傅，你知道我存了多久吗？是的，烈酒方长，别喝酒。你这个礼没让我省一点心，我这。娘，大哥，我到新家了。师兄不会被打死吧？哎，师兄，怎么样？师傅在里面发火呢，多长时间了？年轻，为师这80金鞭，是罚你自作主张，落了仙灵峰的面皮，你
身为大师兄，总得给师弟们做个表率吧？弟子知错。本座虽离金仙还差一步，可他奇缘又算什么东西？等我腾出手来，就能让他灰飞烟灭。师父，不过经此一闹，也并不是没有斩获。你且说说看。自始至终，掌门都未曾出现，却又做下99师叔代言，由此可以推断，掌门他老人家还在闭关。忘情一向守时，从不推迟出关。莫非是遇到了什么难题？弟子以为，非常之时，自有非常之机。整个仙灵峰上，能得为师信任的，唯你一人。3年后的历练大会，就是你代表仙灵峰大放异彩之时。有为之徒，才有在仙灵峰待下去的资格。那些不成器的弟子留在仙灵峰，也只是行尸走肉。你是大师兄，斟酌着办吧。姚满是罪魁祸首，大师兄定是杀鸡儆猴才对。这人废了，抬下山去吧。赶紧把他带走。小天同学，我在。打开界面。我还有最后一个提示。提示？你将去往大劫前夕，化身修仙师李长寿，历经万般因果。大劫？漫画没写到这儿啊。洪荒世界将有天下大劫，届时毁天灭地，尸山血海，人间将化为地狱。这天下大劫，李长寿，你喜欢吗？当这道日晷转过一圈，天下大劫就将开启。世间一切因果，最终都导向天下大劫。切记，切记。那这玩意儿要是坏了呢？我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时候已到，你即将成为李长寿。哎，是。那我怎么样才能活下去呢？你的每一次选择都会生出一个因果，每一个因果又都将你引向一个决定死生的结局。不好意思，打断一下啊。我上辈子重病缠身哦，这辈子呢，我如何才能平平安安的活下去？天眼四九，遁去其一。你需找到接管苍生之地。那又是什么呀？天庭。
天庭。这33年，我一刻也不敢松懈地练功、炼丹、炼气，并凭借现代知识，做出了许多超越这个时代想象的器物，勉强有了一些应对的把握。天道啊，天道！自那以后，我已经做了33年的李成寿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从不沾任何阴谋，狗猪不浪，潜心发育，就是为了攒够地牌，能够在那天下大劫之前升上天顶。你说一切的因果都会指向大劫，大劫之后，一切都由天庭掌管。小天同学，我在。打开计划表。灵儿师妹，希望你不要浪费我的脑细胞啊！契机就在3年后的历练大会。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不过这种程度，还是挡不住他多久。见过了这一场万树飞花，也不枉我假睡这么一场。无心师弟，师兄，好久不见。在下想去一个地方，不知这位小友可愿陪在下一同前往？不行。口是心非。你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看来这位小友也愿意一同前往，真是太好了。师弟，忘忧啊，你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12年前我就说过，你迟早会因为无心那小子遭劫，心中可曾后悔当年的决定？哼，你定然是不会后悔的。你曾经说过，希望在死之前能回这里看一眼。今天我就在这里祭奠你，愿你能够魂归故里吧。小色，咱们师徒也该见一面了。小色，要不咱们趁现在快跑吧？好啊，祝你好运。
那你怎么不跑啊？你有看见他的轻功吗？你觉得咱俩跑得过他吗？那我们就把他打晕了再跑。好啊，祝你成功。那打也不行，跑也不行，堂堂7尺男儿，需要在这里做人质啊！我没说不能跑，但要找一个跑了之后能生存的地方。这荒无人烟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又身负重伤，万一迷路了，咱们俩都得祭天。你这个德行啊，还真想不到你就是雷轰的弟子。你知道我师父？当然了，当年的雷门4杰之一，虽说是外门弟子，但年纪轻轻就凭借残本，还原出了早已失传的火灼之术。鼎盛之时，名声犹在如今的门主雷千虎之上。我师父很少跟我讲起关于他的事情，他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要么看天，要么就看花。哎，你还知道多少关于我师父的事？都跟我说说呗。据说，雷门先祖曾举行封刀挂剑的仪式，立志要摒弃这武林中最常用的2种兵器，从而专注火器研制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，名震江湖。可你师父违背祖训，改练剑，并融合了雷门火药，打造了一柄纱布剑。剑出之时，雷声炸响，火光滔天。他凭借此剑行走江湖，名声在外。最后败在了雪月剑仙李寒一的手上，从此销声匿迹。有人说他是回了雷家堡闭关，号称不入剑仙永不出关。还有人说，他因违背祖训，被门主雷千虎逐出雷门。那些都是谣传罢了，我师父才没被逐出雷门呢。他只是……不方便说就不用说了。我对雷门的隐秘不感兴趣，只要他没有被逐出雷门就好。听你的语气，你还认识我师父？不认识。那你怎么听说他的事，像松了一口气的样子？他若是被逐出雷门，雪月城也好，雷家堡也罢，谁来帮他那个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还钱啊？你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为了那500两银子啊！哎，不对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还钱？不，前面那句。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。纱布剑？哎呦，完了！我怎么能把纱布剑给弄丢了呢？雷门不逊啊！你的伤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一运功就疼得不行。那白发仙的武功深不可测，我们能逃过一劫，已经算运气好了。是，这样说起来，还真是多亏了他呢。相报何时了啊？况且他还只是个孩子。阿弥陀佛。
你这一路到底遇到了多少事啊？竟受了这么多伤。啊，没事，习惯了。啊，无禅师傅在那儿。关于吴昕，我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他。等着。我看过一本书，上面说世上有神人，脚踏云雾，身着白衣，引路西风，能御风千里而行，与日月同老。说的就是他这样的吧？我也从未见过如此的轻功，真的就像御风而行一样，而且跑了那么久，也不见半分疲态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们身为人质，却在这夸赞他。你说他听到之后会作何感想？二位小友，可不是我的人质。在下方才说了，想请二位同我去一个地方。马车上那么多人，你为何偏偏挑中我们二人？无非就是看中一个不会武功，一个身负重伤罢了。哦，身负重伤。在下不才，愿为小友效劳。你要替我疗伤？这一路还要靠二位多多相助，疗伤这小事，何足挂齿啊？不，这还是算了吧。小友被白发仙的真气所伤，若是一运功，两股真气再次相冲，势必会伤上加伤。在下这就帮你将那道真气逼出。世上竟真有如此神奇的轻功！我不会水啊！什么功夫，竟能让他人也凌波虚动？这与我无关，是他自己。雷无姐自己。老和尚说世间有人心有玲珑，可与自然相合，倒真没有骗我。攻城，还你了。感觉怎么样？酥酥的，麻麻的，还有点舒服。雷门好歹也是江湖大世家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小行货？哎，那个叫笨货，血生笨货。我乐意喊行，行货。笨货，你
真念笨。我就念好，行货。笨货，行货。你怎么那么护着我？善哉，善哉。